小顾，你这孩子也大了，也能上幼儿园了，还又懂事听话，还孝顺，这将来啊，一定有大的出息。才这么小您就看出来了，谢谢李阿姨，借您吉言。妈，你还敢叫我妈？签字！离婚协议？为什么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你不过就是一个丢人现眼的洗碗工，根本配不上我儿子。洗碗工怎么了？我也是靠我的努力赚钱，这不丢人。何况我在这幼儿园附近当洗碗工，是为了方便照顾朵朵呀。你还敢顶嘴？我们家渊志现在是江州璀璨的商业新星，我们程家也即将实现阶级跨越，成为4大家族之一。我们程家的儿媳妇自然也是4大家族出身的千金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？我和渊志是领了证的夫妻，他在哪儿？我要当面问他。我们家渊志啊，现在正在和冯家千金互诉衷肠，蜜里调油，哪有时间听你废话？赶紧签字！渊志，你知道离婚协议书的事情吗？宝贝，我这里有些急事，我先处理一下，待会打给你。拜拜。我当然知道，顾世诺，我的妻子她可以是个花瓶，但是我绝对不允许她一个邋里邋遢的洗碗工。妈妈，朵朵不怕，程渊志，我们回家再说。没这个必要。反正朵朵早晚都是要知道的。朵朵就是有你这个洗碗工妈妈，在幼儿园肯定抬不起头。她以后可是要继承我们陈家的，而你就是她人生当中的污点。所以你们打算让朵朵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朵朵呀，已经有新妈妈了。是谁？江州4大家族之一，冯家2小姐冯欣欣。换男人比换衣服还勤快的冯欣欣。你胡说什么你？别闹妈妈！朵朵，别闹。人家冯小姐可是一手促成了四海集团与程家价值数10亿的项目，更是许诺3天之后的欢迎宴上引荐我们渊志给四海集团的总裁明海峰。你能做到吗你？四海集团的项目明明是我让明海峰给程家的，什么时候成了冯欣欣的功劳？你一个月只能挣3、4千块钱的废物，还大言不惭的在这揽铺天大功呢你！我此生最大的夙愿便是带领程家跻身于江州4大家族之一。四海集团这个项目对我而言至关重要，所以我必须跟你离婚，迎娶冯欣欣。四海集团的项目是我一手促成的，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够了，不要浪费我时间了，把这个签了。好，我签。但是朵朵，我必须带走。不可能！朵朵可是以后要继承我们全家家产的，跟着你这个受罪吗？朵朵跟着你也不会幸福，你放心，冯欣欣会好好待她的。你之前要娶我的时候也是这么承诺的，可如今呢？你少废话！当初我就不该让我们家渊志娶你，你这个废物！以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，但你以后要再敢欺负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不客气又能怎么样啊？你个洗碗工还能翻天不成？叶天立刻命令明海峰终止与程家的一切合作，另外过来接我。立刻命令明海峰终止与程家的一切合作，然后过来接我。人家明海峰是四海集团的总裁，身家数千亿，人家是4锦之内有名的大人物，背景更是深不可测。这样的大人物，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命令得了的呀？这卡里有100万，足够你活下去，就算是我给你的补偿了。收起你的假慈悲，区区100万，顾时诺看不上。你死要面子活受罪！我看你以后讨饭的时候到我们陈家来，我看你怎么求我们！你们还是好好想想和四海集团终止合作的后果，然后求我吧。欣欣，我还纳闷渊志哥哥怎么耽搁了这么久，原来是你这个洗碗工在这里作妖。
欣欣呀，这个洗碗工啊，他大言不惭啊，说什么命令明总取消和我们陈家的合作。欣欣啊，你现在打个电话给明总问一问啊。我刚跟明总打过电话，他正收拾行李呢。毕竟3天后要来江州住一段时间，有很多东西都要收拾的。你听见了吗？我们欣欣可是可以直接跟明海峰联系的，你行吗你？就是一个会知道讲大话的废物。我是没有明海峰的联系方式，不过他是我秘书的手下，我可以直接让我秘书命令他。天哪，我没听错吧？如今连洗碗工都有秘书了，怎么让他帮你挤洗洁精呀？顾世诺，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！竟敢冒犯明总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在渊志哥哥的面子上，今天只要你跪下来乖乖给我磕几个响头，我可以不将此事汇报给明总。今天看在渊志哥哥的面子上，只要你跪下来乖乖给我磕几个响头，我可以不将此事汇报给明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跪下给欣欣道歉！我也是我妈妈。朵朵，以后我才是你妈妈。快女人，快走开！朵朵，不许无礼，快给欣欣阿姨道歉！我不要。程元志，你要是再敢让外人欺负朵朵，我让你程家顷刻覆灭！朵朵啊，以后啊，她就是你的新妈妈啊。朵朵乖，叫妈妈啊！不要，我只有一个妈妈。哎，这孩子，快，让他到车上带着去。朵朵，放开！欣欣啊，你不要生气，孩子小不懂事儿。我明白，我呢会让朵朵认我当妈妈的。警告你，别想打朵朵的主意！竟然敢打我！你个破洗碗工，竟然敢用你的脏手打我！世诺，发什么疯？还不快给欣欣道歉！道歉？他配吗？我可是冯家二小姐，今天她要不是乖乖给我跪下道歉，再自罚180个耳光，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拜见大小姐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明海峰接到命令了吗？大小姐放心，明海峰应该去处理此事了。顾世诺，他们是谁？放肆！竟敢直呼大小姐尊名！来人，给我废了他！是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儿子！顾世诺，你疯了吗？快让他们放开元志！算了。哎呀，以前你曾救过我，我以为你会是个值得让人托付终身的人，所以嫁给你。这5年来，我暗中帮助程家一步一步走到如今这个位置，也算是了断恩情了。今日你我恩断义绝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这顾世诺倒是好大的手笔啊！竟然雇了这么多的演员，还租了豪车。他一个月挣3、4千块钱的费用，怎么可能请得起演员？他一定是偷了我们程家的钱。顾世诺，刚离婚你就找野男人，真是好得很呐！我养父母被害的事情调查的如何？明海峰发现重要线索，正在赶往现场确认，3日后将会在欢迎会上向你汇报。这是四海集团的公章，明海峰想要追随你，这是他的诚意。他是你的手下，你看着安排便是。是，大小姐，程家对你如此不敬，程元志的母亲更是挪用了四海集团及程家项目资金3000万，是否要狠狠教训一番？不用，从今以后我与他们再无瓜葛。从今以后我与他们再无瓜葛。是。李阿姨，什么？我在幼儿园被人欺负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去备车。这可是我老公从国外带回来的玩意儿，价值上百万，整个江州只有一份儿，你们怎么赔啊？100万，一个玩具怎么还这么贵啊？土包子！我老公那可是江州安家的继承人，我那可是江州冯家的千金大小姐冯娇娇。我宝贝儿子的每一件玩具都是这个级别的。冯娇娇，哎呀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冯大小姐，您妹妹呀，马上和我们家渊志决定订婚了，这以后
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呀。大柱，谁跟你这群土包子是一家人啊？这小崽子有我妹妹的血缘关系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不给个交代，别想离开。那冯大小姐，您说怎么办？我们照做就是。照做啊，好啊，你们陈家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吧？这样吧，500万，然后让这个小崽子给我宝贝儿子跪下道歉，我就算了。冯大小姐，500万我可以给，但是2个小孩子之间互相打闹，下跪道歉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依我看，我们朵朵呀，道个歉，我们原价赔偿。500万，跪下道歉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否则我就让我老公震拆你们陈家。爸爸、奶奶，安少是说妈妈坏话的，晚上想砸我，摔在地上摔坏了，我不要道歉。冯大小姐，你也听见了，这只不过是孩子间。你听不懂人话呀？我让你赔礼道歉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居然敢在我面前讨价还价的啊！哎，欣欣呀，你快来呀！你姐姐打了我们家渊志，还说让我们陈家赔偿500万呢。我看欣欣来了，是站在谁这边？陈多多，你妈妈是个刷盘子的，我妈妈办事大不好，你妈妈是坏女人，我妈妈比你妈妈温柔。小崽子，居然敢骂我是坏女人！今天我就替你爸妈好好管教你！住手！顾时诺，你竟敢打冯大小姐，你疯了吗你？你竟敢打我！万死！再敢出言不逊，我要了你的命！朵朵，没事吧？妈妈是安硕说你坏话的，我反驳他，他生气，他用玩具砸我，结果摔在地上摔坏了，他妈妈让我赔，他让我跪下道歉。跪下道歉？我顾时诺的女儿骨头硬，跪不下去。顾时诺，我都已经跟冯大小姐商量好了，这事都快解决了，你现在将冯大小姐给打了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给陈家带来多大的麻烦？朵朵被人欺负，你身为父亲却满心想着你程家的利益，你配当他的父亲吗？你少装模作样了你！你个西王公，你懂什么？你还有脸在这里说这些话？再敢冒犯大小姐，我要你的命！叶天，推去。你们全都别想跑！我要立刻告诉我老公，把你们全部都给我抓起来！姐，何必因为这点小事要劳烦姐夫呀？妹妹，我说你的眼光也太差了吧！陈渊志这种废物你都看得上眼？哎呀，姐，安寿的玩具坏了，咱们再重新买一个便是，何必伤了一家人的和气嘛？是啊，是啊。好，我就给欣欣个面子，500万啊！欣欣呀，今天我和渊志出门急，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你看能不能帮我们先垫一下？伯母，我也没有500万呀，连500万都拿不出来，真是可笑啊！冯大小姐，我们陈家和四海集团正在合作，现在的资金全融进去了，您看能不能方便缓一缓？区区500万而已，我出了。你个废物西王公，你知道500万是什么概念吗？你刷5亿个盘子都不够，你当这是上坟烧纸糊弄鬼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要的500万那可是真金白银的，可不是什么冥币呀！你少在这胡闹了，人家欣欣可是冯家二小姐，都拿不出500万，你凭什么？别说区区一个冯家，便是江州4大家族鼎盛时期，在大小姐面前也不过是4只臭虫罢了。你好大的口气！哦，我知道了，陈家的项目款就是你挪用的，怪不得能请得起这些演员啊，还说能拿得出500万。顾时诺，你缺钱你可以跟我说呀，你我离婚，我自然是会补偿你的。但是你擅自挪用我陈家和四海集团的项目款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法呀？你们程家的家产，我1分也看不上。叶天，让人送5000万过来。叶天，让人送5000万过来。是。我没听错吧？5000万，
看来离婚对你的打击还是挺大的，精神都出现问题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找个医院好好去检查一下吧。挂号费我帮你出，区区5000万而已，不过就是9年1毛吧。你不过就是一个无父无母被人领养的孤儿，你养父母那时候的后事你都没钱操办，还是我们渊志心善帮你操办的，你怎么可能拿得出5000万？陈家的挪动资金不过3000万，还有2000万，你从哪儿来呀？我没动你们程家的项目款，与其在这怀疑我，不如怀疑某些人监守自盗。我不管你的5000万从何而来，我只要我的500万赔偿。你给我5000万是什么意思？5000万而已，买你一个道歉。想让我道歉？你这个贱民受得起吗你？那是我的事情，你只用拿钱道歉就完了。好，我就等着看你的5000万拿不拿得出来。你不会是在拖延时间吧？你的5000万呢？难道让我们所有人在这陪你等上个10年8年的？叶天，没看到有人等着急了吗？去催一下。是，大小姐。这刚离婚你就跟别的男人好上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按照时间来算，是你婚内出轨冯欣欣在先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。你的5000万呢？怎么还没到？大小姐，5000万在此。这些钱是假的吧？这是真的5000万。这5000万你随便拿走，现在给我女儿道歉。我冯娇娇长这么大，还没给别人道过歉。我劝你啊，识相点儿。这一定是我们陈家的项目款，这是我们陈家的钱，谁都不许动。这些钱哪来的？我说是明海峰的钱，你信吗？胡说八道！明海峰是4境之内的有名的大人物，他岂能给你送钱？分明就是你偷的。日防夜防，没想到你这家贼难防。亏了朵朵没跟着他，要不然免不了就学坏了。原来是个撒谎成性的惯偷啊！听说还是个孤儿，克死了养父母啊！再敢说我养父母，信不信我活剐了你？你居然敢打我妹妹！5000万在这儿，我打他出气又何妨？程元志，今天这钱我出了，回去好好清查林淑芳的消费记录吧，算是你我夫妻一场对你最后的忠告。对了，我顾世诺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今天你欠下的道歉，早晚有一天要还。妈妈，我害怕。豆豆，我们走。渊之，别看了，过几天就是明总的欢迎宴，到时候我会为你引荐明总，保证项目顺利。欣欣，谢谢你。听说这次欢迎宴呀，是明总特别要求的，不仅仅是为明总接风洗尘，明总背后的大人物也会到场。明总可是4境有名的大人物啊，据说他的靠山来自帝都，难道是帝都顶级世家？妈，帝都的超级势力，随便一根手指头便能搅动江州的风云，所以这一次咱们一定要谨言慎行，免得冲撞了大人物。哎呀，放心，明总与我可是老相识了，我保证明总背后的大人物不会计较这些的。哎呀，欣欣可真是我们陈家的贵人呐，不像那个顾世诺，废物洗碗工一个，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参加这种宴会。他怎么来了？顾世诺，你怎么来了？请了演员，租了礼服，就敢来参加这样的宴会，再大的排场也掩盖不了你就是洗碗工的事实。站住！明总的欢迎宴邀请的人非富即贵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们共处一室？你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尚且站在这儿，我为何不可？我们欣欣可是明总的好朋友，更是帮我们拿到了邀请函，你两手空空，凭什么进去啊？我参加明海峰的宴会不需要邀请函。哟，听你这意思，难不成是明总亲自邀请的你啊？确实如此。顾世诺，你还要唠到什么时候？明总可是4境内的商业巨擘，这一次宴会更是邀请了京都的神秘靠山，
明总怎么可能邀请你呢？或许我就是明海峰的神秘靠山呢。他刚刚说明总背后的神秘靠山是他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等明总到了，我一定如实禀报。今天顾世诺就想安然无恙的离开宴会厅。姐夫，你们来啦！拜见安少，冯大小姐。欣欣，你怎么不进去呢？还不是那个顾世诺没有邀请函，竟然堂而皇之的溜了进去，还自称是明总的神秘靠山。就是那个花5000万让娇娇给他道歉的洗碗工。就是他。我真想看看他有什么底气，敢招惹我们安家。走。放心吧，有我姐和我姐夫为我们撑腰呢。白小浩，你不是已经出国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国不久，几年不见，石诺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。少来这一套！上学的时候天天抄我的作业，许下了各种空头支票，什么时候兑现？这些你都还记得呢？放心，我会兑现的。哟，这不是明总的神秘靠山顾世诺吗？怎么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呀？我看呐，他就是要找个角落躲起来，免得被人识破他没有邀请函。明总是我们江州各世家共同的客人，哎，就你个破洗碗的，连邀请函都没有，你还敢进来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把我赶出去，那今天这宴会怕是开不下去了。你最好自己出去，省得明总将你赶出去。安良赫，石诺是我的女伴，我白婉浩的邀请函分量不够吗？白婉浩，你要庇护他。原来是白大少爷呀！听闻白大少爷洁身自好、守身如玉的，没想到居然看上了顾世诺这种残花败柳，还真是口味刁钻呐！顾世诺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先是个姓叶的不清不楚，现在又勾搭上白大少爷，你还真是水性杨花呀你！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怎样你管不到。你白少爷，您身为江州4大家族之一，白家未来的继承人，捡冤质不要的垃圾，就没有想过白家口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这里可是明总的欢迎宴，你竟然敢在这里动手！来人，快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干什么呢？此乃明总欢迎会，何人敢在此喧哗？明管家，此人没有邀请函，还擅自闯入欢迎会，居然还敢动手打人！没有邀请函，那便没有资格参加欢迎会，自觉出去，免得手下的人更知轻重，伤了你。明海峰尚且不敢跟我如此说话，你一个管家哪来的大胆？放肆！胆敢直呼明总大名！来人！看清楚，我有没有资格参加宴会啊？四海集团公章，四海集团公章，这是明总随身携带之物。手持公章者，可以驱使四海集团旗下所有的资产和势力。怎么会在你那儿？欢迎尊贵的客人。顾世诺，你这公章从哪儿来的？当然是明海峰献给我。笑话！明总怎么可能将代表自己全部身家的公章献给你？我看你是用萝卜刻的吧！你竟然敢伪造公章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你！劝你啊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，等明总到了以后下跪道歉，小心玩火自焚。待明海峰到来，跪下道歉的该是你们。够了，顾世诺，你要一条道走到黑吗？你有没有想过躲躲？你可知道，你得罪了明总，你在这4境之内将再无容身之处。让我道歉就是为我好吗？好自为之吧。等明总处罚完你之后，我自然会接走朵朵，将她抚养成人。你放心，我会将冯朵朵视如己出的，你就安心的上路吧。方欣欣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，就赌明海峰到来之后是让你下跪，还是让我下跪？好啊，赌就赌。如果是你下跪，你就自罚10个耳光吧。哎呦我去！哎，你也太小家子气了，就10个耳光。这样，如果我们输了，我给你10个亿，干不干？10个亿，我赌了。如果石诺输了，我给你10个亿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还请明管家做个见证。好。啊？你干嘛去？顾世诺，那
那个位置也是你能坐的吗？还不赶紧给我下来！除了我，这个位子没人敢坐。狂妄！我看等明总到了以后，你还能坐得安稳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再见，明总！欢迎明总驾临江州。参见大小姐。参见大小姐。明总，你这是？起来吧。我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明海峰今日宴请大人物顾诗诺顾小姐。明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顾诗诺，他明明就是个希望工而已啊！大胆，敢对顾小姐不敬！来人，将此人逐出宴会厅。明叔叔息怒呀！你认识他？啊，林伯母是我未来的婆婆，还请您高抬贵手，不要与她计较。啊，林总，我是陈家家主陈元志，与您的四海集团有个合作。你就是陈元志，背叛了顾小姐的负心汉。我宣布，四海集团和你陈家的合作全部取消。林总，你这是为何呀？程家和四海集团的合作是我安排的，现在你信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欣欣啊，你不是说明总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……就算他爸亲至，也没这个面子。我们陈家竟然敢对不起顾小姐，等着被制裁吧！之前一直是你帮的我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没说吗？只是你们自己不相信罢了。现在你可后悔呀！跪下！道歉！我呸！你一个破洗碗工也配我跟你道歉？痴心妄想！放肆！敢侮辱顾小姐，你是活腻了！林总，欣欣是我小姨子，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明总，这里可是江州。我是江州四大世家之一继承人，我冯家也是四大家族之一。林总，你难道要同时得罪冯安两大世家吗？别说是两大世家，就算是四大世家，也不过是弹指可灭的喽喽。你跪还是不跪？对不起，明总，求您不要为难冯家和安家。你该跪的是顾小姐。对不起，顾小姐。顾小姐，宴会还要继续进行吗？我累了，请顾小姐移步休息区，在下有重要的事禀报。刚好，别忘了我们还赢了10个亿的资金。好，10亿资金都给你。我们平分。好。白万浩，我就怕你有命拿没命花。哎呦，天降横财啊，不娶反受侵害。拜拜。梁鹤，难道我们真的要给他10亿吗？个废！好，闭嘴！这都是你废物妹妹惹的祸。元志，对不起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我看就是那个顾诗诺那个狐狸精，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才迷惑了明总。没错，我才不相信他是明总的神秘靠山。大小姐，属下的探子已经查到当年您的养父母被害的真相，叶管家已经前往确认。到底是谁害了我的养父母？江州的2大家族之二，安家和白家。大小姐，已经可以确定，你的养父母死亡不是意外，而是安白2家当代家主的合谋。大人息怒，万不可伤到自己。大小姐，过几日便是1年1度的江州拍卖会，还有梁鹤和白万浩不会参加。那就从拍卖会开始，要让安家和白家彻底消失。大小姐，您乃千金之躯，对于安家和白家这种穷乡僻壤的女，何须你亲自出手？
养父养母把我养大，只有我亲自动手，才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。哟，这不是顾诗诺吗？怎么，你也来参加拍卖会？放肆！竟敢直呼大小姐的名字！这名字不就是被人喊的吗？难不成喊他喂或者那个谁呀？程元志，管好你的妈妈，还有你的未婚妻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幼儿园的老师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朵朵这些天为什么没有去上学？朵朵是我的孩子，不用你劳心。朵朵也是我的孩子，你要是没时间管，你可以将她还给我，这样也省得坏了你跟那些男人的好事。我看呢，顾诗诺巴结上明总之后，根本顾不上孩子，在江州连个住处都没有。万一哪天失了明总的恩宠，估计要带着孩子流落街头哦。你放心，要是真有那一天呀，我保证不计前嫌收留你和朵朵的。你们倒是提醒我了，叶天，去查一下江州最好的楼盘。是。江州最好的楼盘当属观江地苑，最便宜的2居室都要上百万，我倒要看看你买不买得起。说不定呀，他把明总给哄开心了，总会送他一套呢。好了，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大小姐，这几个人死性不改，要不要给他们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？当务之急是对付白家和安家，他们几个不过是跳梁小丑，不用放在心上。3200万，白婉浩，这件西晋首席设计师最完美的作品必定归我。3300万，3500万，白婉浩，这是我要送给娇娇的。你没有女朋友，我抢什么呀？3600万，说不定拍完就找着女朋友了呢。哼，5000万，只要你能高出5000万，我就让给你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。在整个江州，除了我安良鹤，还有谁能花5000万买珠宝？5500万。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抢我风头？哼，原来是你呀！别以为你傍上了明海峰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。这里可是江州。5600万。我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底气。6000万。6500万。这件珠宝也不过5000万，你竟然敢出这么高的价格，你能拿出那么多钱吗？别忘了，你刚输了我5个亿的资金，想反悔呀？我堂堂江州安家大少爷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，绝不反悔。只不过这5亿资金到底什么时候给你，你能不能活着拿到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胆敢威胁大小姐？哼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。可能有一天发生意外，也不足为奇哈。没错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说不定安家哪天意外覆灭了呢。你废话少说，想要竞拍就拿出钱来，要不然我就让这里的保安把你抓起来，也让你知道在江州拍卖会上不乱叫价的后果。我剩下的资金不多，勉强5000万，我愿意无偿送给诗诺参与竞拍。白大少爷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真看上顾诗诺那个洗碗工了？我命还真是好。不仅巴结上了明总，就连白婉浩也为他撑腰。就算加上白婉浩的5000万也不够，除非他自己还能再掏出1500万。这1500万我出了。明总，哼，我就说嘛，你们看看，这明海峰和顾诗诺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。看他现在风光无限，等到他年老色衰的时候，一定会被抛弃。四海集团所有的产业任由顾小姐调任。我要去物色房产了，叶天，和明总留在这儿陪安良鹤好玩玩。大姐放心，我保证这里的每一件拍品，他若想带走，必将付出惨痛代价。我这次带了50个亿来，保证他带不走任何一件拍品。算你们狠！诗诺，我陪你去选房吧。大姐，好，拍卖会继续。顾诗诺好大的胆子，明总刚给他撑完腰，就和白婉浩搞在了一起，真是不知廉耻，真是丢光了我们女人的脸。妈，欣欣，
刚好我们也买婚房，不如跟过去看看。跟过去，放心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，只要能坏了他们好事，我会全力支持你们程家成为江州的4大家族。谢谢姐夫。去吧。施诺，你有什么事想问我？其实我都能自己解决，你不用帮我。家族有人参与他养父母遇害这件事，若是告诉他真相，他定然会选择与安家和白家2个庞然大物为敌。还是默默弥补他吧。你不需要跟我这么客气，我想帮你就帮你了。真不用，算了，我还要去买房子，你快去忙吧。我有钱啊，你看中什么房子，我可以送给你。不用，我有钱。那我陪你去选房子。好。小李，接待一下。好的，经理。2位下午好，我是观江地院的销售小李，不知2位有什么喜欢的户型吗？安静舒适的别墅。这边跟我来，去别墅区需要坐摆渡车。小李，规矩都忘了是不是？啊？不知道别墅区的人非富即贵吗？啊，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的。各位，能容我验资吗？验资？你是担心我们买不起吗？哎呀，您说笑了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观江地院呐，每平米的售价是68万8，好多人呐都借着看房的名义来蹭空调、蹭服务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才有了这个验资的规定，是怕呀累坏了我们的销售啊。经理，我不累，我带他们2个先去看看吧。看什么看？我看你还是学学眼力劲儿去吧。你看他们俩这穿着，像富人吗？看个房也不开车来，带他们看房就是浪费时间。江州最好的楼盘，售楼处的服务态度就这样吗？如果你们收到投诉，会怎么样？如果2位是真心看房，我们当然欢迎了。我们当然是真心来看房的，不过来了这么久，连杯饮品都没有，你们这儿的服务态度还真是让人堪忧啊。客人您说笑了，我这就去准备。等一下，让他去。好。2位这边稍坐。这是我们各个户型的房间视频，您可以先挑选一下。小心烫。麻烦你帮我们换2杯，这2杯就留给经理自己品尝。我说这一早上怎么听着喜鹊叫了？原来是程少带着阿姨还有冯小姐来看婚房来了呀！哎，小李，去泡壶茶，就用我珍藏多年的普洱。渊志，我们买栋别墅吧，这样伯母以后也能跟我们一起住。我这里还有些积蓄，要买我们就买最好的。别墅好，我可是听说了，这观江地院可是极品呢。好，那我们就听欣欣的，买别墅。小李，我要买这套别墅。你眼光真好啊！这栋别墅名叫江风送暖，总共566平米，附赠私人码头。你闲的时候呀，可以开着江轮去游览江景呢。刷卡。刷我的。用他的卡刷江风送暖，再用我这张刷3套周围的别墅。我这个人呀，喜欢清静，不喜欢有邻居来打扰我。江风送暖，这可是观江地院的8景之一，你一个洗碗工竟然买得起？我买下来送给施诺，有问题吗？哼，顾施诺，你先是勾搭上了明总，现在又哄骗白少爷给你买别墅，看来你和我儿子离婚之后，还真是混得风生水起啊！可惜你程家混得不好，
丢失了四海集团的效益。你的钱都是别人的，你一个洗碗工买得起别墅吗？你等到你年老色衰的时候，一定会被赶出来，穷困潦倒。不过就是几栋别墅罢了，就算是你程家和冯家的祖宅，我一样可以砸钱买下来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程家的祖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出售。经理，去刷卡，江风送暖我要。好，我是白家继承人白婉浩，你确定要卖给冯欣欣吗？白家大少爷，你还愣着什么？别忘了，我姐夫安良浩可是有你们关江地院的股份，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丢了工作？是，白少爷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你们神仙打架，别殃及无辜呗。顾时诺啊，你不是说还买江风送暖的吗？啊，我看你还怎么买！那你们就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关江地院以后姓顾。姓顾。叶天，立刻联系关江地院的开发商，我要买下整个关江地院。苏世洛，你发什么疯？关江地院背后的开发商可是京都的大势力。帝都的大势力又如何？我顾时诺无所畏惧。你还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！我就不信有人会把关江地院这个摇钱树卖出去。经理，把这个狂妄之徒给我丢出去！好，保安，保安呢？把他给我丢出去！竟然大言不惭的说要买下关江地院！哎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我可是拿走的小姨子。他们没有抓错。哎，陈总，什么风给您吹来了？顾小姐，从现在开始，关江地院姓顾，把他们3个轰出去。是。你放开我！你敢这样我！还有，把他开除，让小李当经理。多谢顾小姐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这顾小姐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您大人完了，得罪了顾小姐，让你全虚全伪的滚蛋，已经是对你的仁慈了。滚，还不给我滚！滚！去找叶天对接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是，多谢你们。施诺，你不该问的别问，我要去接孩子了。朵朵为什么要推安寿？泰水泼我，还把我推的。我刚刚都看到了，明明是你先推的安寿，小小年纪还学会了撒谎。我没撒谎，还敢嘴硬，快给安寿道歉！陈老师，我原谅他了。看看安寿同学，不愧是安大少爷和冯大小姐的儿子，真是有涵养有气度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道歉！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让你道歉。住手！我要妈妈回家。妈妈，他水泼我。没事，妈妈给你做主。你就是朵朵的妈妈，那个洗碗工，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？朵朵她，你竟敢打人！算什么老师？还有，我女儿姓顾，顾朵朵她欺负同学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有你这样的母亲，孩子欺负同学也就不奇怪。妈妈，是他先泼我的。妈妈相信你。叶天，立刻带上朵朵的干净衣服来幼儿园。大老远的就听到吵闹声，怎么啦，宝贝？他推我。什么？还好没受伤啊。楚老师，我一直强调，咱们这是私人贵族幼儿园，这种洗碗工的小孩根本就不能入内学习。你们学校到底有没有听取我们家长的意见啊？你早上出门前没刷牙吗？嘴这么臭！你竟敢打人！楚老师，你看见了吧？像他这种家长和小孩，如果你们不加以处置的话，我们肯定会取消捐款的。
朵朵妈妈，朵朵在这儿上学，其他家长意见也很大，要不您看这样，让朵朵给安寿道个歉，这事先过了。偏袒的这么明目张胆呀，你对得起你老师的这个职位吗？我们每年都向幼儿园捐款500万，难道这点优待都没有吗？楚老师，孰轻孰重，我想你应该知道吧？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，我就上报园长开除朵朵。你尽管上报，如果朵朵被开除，一定要让这间幼儿园变成公共厕所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这所幼儿园在江州树立了100年之久，整个江州世家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。怎么，你想凭一己之力挑战整个江州的世家吗？蚂蚁再怎么联合，都不可以。大小姐，朵朵衣服准备好了，在车里。朵朵乖，先跟叶叔叔去换衣服，妈妈帮你出气。叶天，去查一下这家幼儿园的幕后背景，买下来。是。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要买下这家幼儿园？这儿可是临江市，混土混金啊！光是幼儿园的地皮就价值7、8亿，你还想买？下辈子去吧。朵朵妈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明天你单独来一趟学校，让朵朵暂时在家里自学吧。今天这件事情没解决之前，谁都不许走。我这就去找园长，让他将朵朵开除。不用，我已经来了。园长，朵朵她欺负同学。对不起，顾小姐，怠慢了您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园长，你转让手续准备好了吗？不可能，园长，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呀！从今天起，不许接受江州憨家的孩子入园。是。对了，日常的事务我不会插手，但如果朵朵受了半点委屈，你这个园长就可以退位让贤了。顾小姐放心。还有，这座小庙容不下楚老师这尊大佛，请他另谋高就吧。是。园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我跟顾小姐求情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楚老师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有眼光。我的名声都毁了，江州任何一家学校都不再聘用。你看，楚老师，我就聘用你当家庭教师，以后专职负责教导安寿，如何？如果不是门无子，我怎么会丢掉这份工作？你不识好歹，顾诗诺，你给我等着！以后受了欺负就去找园长给你撑腰，知道吗？马上就是朵朵的生日了，想要什么礼物啊？大蛋糕。好，那妈妈在临江酒店给你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，再给你买一个3层的大蛋糕。谢谢妈妈。唉，订婚的日子将近，婚房却没有买成。都怪那个顾诗诺，竟然能攀上关江地院背后的大人物。哼，看他还能蹦跶多久。等他年老色衰被人一脚踹开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把江枫苏南买回来。就当是顾诗诺帮我们吸甲醛了。好了，买婚房的钱既然已经省下来了，但订婚宴一定要大办特办。就在宁江酒店办，把江州各大世家全部邀请过来给陈家捧场，不能丢了咱陈家的气势。好，走。这临江酒店的宴席真是贵得离谱，这一场宴会办下来，起码要花费上百万呢。妈，今天可是我和欣欣的订婚宴，可别舍不得花钱。伯母，各大世家已经纷纷接受了邀请函，到时候送来的贺礼呀，岂止百万。对耶，还是欣欣聪明。看来呀，我们陈家以后的财政大权就交给欣欣打理好了。跟您比起来，我们还差得远呢。好了，宾客们也快到了，咱们去迎一。姐、姐夫，你们来啦！今天是你订婚的日子，我当然早些来了。这个呀，是我和你姐夫为你准备的礼物，等会儿啊，在宾客面前打开，保证你出尽风头。谢谢姐，谢谢姐夫。行啊，你个臭小子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哈。安、冯、程，咱们3家联手，以后整个江州都是咱们兄弟的。哎，姐夫，这江州以后就是你说了算了，我到时候一定会尽心尽力的辅佐你。
安少，那就别在这站着了吧，快进去歇息吧。白婉浩，你们请他干嘛？安少，白婉浩一直跟您作对，我们怎么可能邀请他呢？安少，白婉浩一直跟您作对，我们怎么可能邀请他呢？难不成他是来捣乱的？白婉浩，今天是我们冯程两家大喜的日子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参加宴会啊，施诺也邀请你啊。顾施诺，难道他也要来参加咱们的订婚宴？我就说这个贱女人不安好心，她一定是来挑拨咱们4大家族的关系的。恭喜程少和冯小姐喜结连理，谢谢。谢谢。陈少和冯小姐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感谢二位来参加我的订婚宴，来一边请。拜见明总。明总，会上方姨你来参加我的订婚宴，来请。什么订婚宴？我今日来此是参加顾小姐举办的宴会。这顾施诺一定是故意的，知道我和胭脂哥哥今天订婚，他也办宴会抢风头。当着江州各界名流折我程氏的颜面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敢不敢露面。顾施诺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举办的宴会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举办的宴会。我呸！你有什么资格举办宴会，邀请江州各界名流来呀？你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洗碗工吧？我看你就是心怀怨恨，故意拆台。大家快评评理呀！今天是我和胭脂哥哥大喜的日子，他竟然要毁了我的订婚宴！顾施诺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但是你干嘛要落到这儿来啊？他就是程渊志那个洗碗工前妻，离婚了还纠缠不休，不要脸。就是。我看他就是舍不得陈家的荣华富贵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，难啊！都给我闭嘴！施诺是我的至交好友，谁再敢多嘴，就是跟我白家为敌。白大少爷好大的口气啊！这不是你家卧室，你在这撒野给谁看呢？顾施诺，你既然想来捣乱，不给我们个交代，就别想离开。顾施诺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你要不说个子丑寅卯来，今天你别想离开这儿。今日是我女儿顾朵朵的4岁生日，我在这儿办生日宴，需要给你们个交代吗？程渊志，你在朵朵的4岁生日当天与冯欣欣办订婚宴，你还真是狼心狗肺。孩子过生日，程渊志却另结新欢，看起来他是真的忘了孩子的生日啊！一看陈渊志和那个冯欣欣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说得好，狼心狗肺，衣冠禽兽。你们还有脸在这继续办这个订婚宴吗？幸亏顾小姐提醒得早，四海集团终止了和陈家的合作，以陈渊志这种狼心狗肺合作，简直是砸了四海集团的招牌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时疏忽，没想到今天是朵朵的生日。一时疏忽？我看你早就把朵朵忘之脑后了吧？妈妈，爸爸为什么不给我过生日，反而话也在一起？顾施诺诚心捣乱，给孩子过生日只是你的借口罢了。没错，你故意挑选临江酒店来给朵朵庆生，就是为了利用朵朵来给我们陈家抹黑。而且临江酒店早就被我们包下来了，你来这儿就是别有用心。临江酒店是我的产业，我为何不知道你们包了下来？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！临江酒店是江州最好的酒店，价值10几个亿，怎么可能是你的产业？没听说过临江酒店易主啊？难道他带孩子来这儿真的是来捣乱的？大小姐，临江酒店已全面收购。怎么可能？临江酒店可是江州最大的酒店，税金滔天。故弄玄虚吧！收购临江酒店，我们安家都没那个实力，你一个臭洗碗的，你凭什么？故弄玄虚罢了。知道我和胭脂哥哥今天订婚，怎么你是来给我们当表演节目的小丑吗？既然是来表演节目的，那么这个红包就算是给你的表演费。你赶紧给我拿着滚蛋！
叶天，传我命令，闲杂人等不许入内。是，大姐。我倒要看看哪个眼瞎的敢拦我！只要安家在，这江州就变不了天。走，拦住！睁大你们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，我是安良贺，你们敢拦我？安良贺，想要一展雄风，可以回你的卧室。白少，麻烦你跟顾小姐说一下，我们是来给小公主庆生的。我们不辞辛苦的赶来，不能连门都进不去呀。这我只能代为转告，或者你们可以问叶先生。欢迎。谢谢。那种小门小户的世家都能进去，我们倒成了闲杂人等了啊！我们可是花了100多万来办的宴会啊，现在弄得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对呀，我们花了钱了，顾客就是上帝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钱可以退换你们。欣欣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咱们换个地方重新办订婚宴。不行，你自己看看时间，现在换地方，时间哪里来得及？你们要不然让我们进去，要不然我打电话投诉你们欺诈消费者。我们进不去，你们也别想在这过好生日。好，明白。你们进去吧。顾小姐收购临江酒店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！不知顾小姐是做什么生意的？真是可笑啊！她一个洗碗工，跟她有什么好合作的？你们这算盘可打错了。顾世诺只是顾家的养女，在帝都上学的时候，顾氏夫妇就意外身亡，身后事还是我们家渊轾帮忙操持的。顾家养女？没错，安良贺，你对我养父母遇害的事情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明明是你克死了顾家夫妇，我看你就是个丧门星。我看啊，他就是在帝都被大人物包养了段时间，所以才这么蛮横无理。顾氏夫妇的死完全是意外，难道你怀疑安少？安家吞并了我养父母1半以上的财产，我不该怀疑吗？当年顾会长创办江州商会，资产岂止数百亿，难道真是安家？江州商会惠民便民，侵害了世家利益，安良贺的确有可能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安良贺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我不怕你们泼脏水。我看范一是他为了谋夺遗产，害死了顾家夫妇。我养父母对我恩重如山，我怎么会加害他们？那可说不准。我们家渊轾帮你养父母料理身后事，在你最落魄的时候迎娶你进门，你却反过来破坏四海集团与我们程氏的合作。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的小人。一派胡言，分明是程家过河拆桥，眼看有城冲之势，便舍弃顾小姐，迎娶冯欣欣。俗话说得好，糟糠之妻不可弃。看来程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看那冯欣欣也不是好人，破坏他人家庭，哼，狐狸精。你们知道什么？顾世洛本是帝都大学的毕业生，我看他有几分学识，便迎娶了她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却自甘堕落，去幼儿园的后厨当洗碗工。我们程家可是名门大户，我儿子的妻子怎么能是洗碗工呢？有几分道理。要是我家那位去做什么洗碗工，放我1万个不愿意。这么一看，陈渊轾倒是情有可原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自己要去当洗碗工，丢人现眼，反过来却怪到渊轾哥哥的不是。要我看，你真是又当又立。我去当洗碗工是为了方便照顾朵朵，还有怕她遭受委屈。而且我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光这样的事我已经看到2次了。安良贺与冯娇娇的孩子安寿欺负朵朵。胡说八道！我们家瘦瘦团结同学，敬爱师长，怎么可能欺负你女儿？如果安寿真的有你说的那样听话，她为什么会被幼儿园开除？你少在这里装蒜了！我儿子被开除，还不就是因为你收购了幼儿园？顾小姐收购了幼儿园，那岂不是又花费了7、8个亿？何止啊！临江酒店价值10多亿，同样被顾小姐收购，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家？世诺，难道你发现了顾会长的遗产？为何突然爆破？顾会长的遗产，不是说被安家黑集团被人大办了？难道另外一小半在顾世诺手里？
顾会长的遗产，少说也得上100亿。这顾诗诺摇身一变，竟变成了100亿富翁。区区100亿而已，我还没放在眼里。狂妄！你有钱又怎么样？我们安家已经通过转让关江地院的股份，陈总已经帮忙成功搭上了帝都顾家。帝都顾家那可是超级世家，随便露出的一点财产，那可都是江州所有世家可望不可及的天文数字。传说中的帝都顾家，那可是4晋商会的架海金梁啊！据说顾家屹立千年，经久不衰，财富对顾家来说只不过是一串数字。顾诗诺，你有几个臭钱又怎么样？在帝都顾家面前，你只能跪地求饶。你巴结上了帝都顾家？没错，怕了吧？你现在给我跪下磕几个响头，或许我还能饶了你。还有，要把幼儿园给还回来，以后让你的女儿给我们儿子当小跟班。顾家什么时候和蝼蚁合作了？叶天，大小姐，查清楚了，安家给顾家螃蟹的顽固送了厚礼，乃是酒后胡言乱语，一派胡言！分明是顾家少爷赏识安家，还亲口许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让二伯处置，开除宗籍，另外全面封杀安家。是，大小姐。故弄玄虚，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还想封杀安家？姐，别跟他废话，我们可是背后帝都顾家，抓起来便是。来人，把顾诗诺给我抓起来，到时候顾家给他赏赐，我和在座的平分。陈总，喂，你好，陈总。怎么了？陈总不是帮我们联系顾家吗？怎么突然打电话了？陈总说，我得罪了顾家大人物，让我们好自为之。我还以为安家巴结上了顾家，没想到得罪了顾家的大人。安家这下要惨了，帝都顾家随便说句话，就有一群人等着收拾安家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帝都顾家传承千年，竟然言而无信。刚刚顾时洛说他要全面封杀安家，难道他认识顾家的人？不可能！顾诗诺姓顾是因为被顾会长收养，他怎么可能会是帝都的顾家千金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帝都顾家千金顾诗诺。只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我抓到了冒称顾家的顾诗诺，把他献给顾家，我们还能得到一笔赏赐。顾诗诺就安心的上路吧，要怪就怪你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敢冒充顾家的大小姐。帝都顾家的大小姐竟然会去当洗碗工，我看是疯了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抓起来献给帝都顾家呀！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你想干什么？想要对诗诺不利，先从我身上跨过去。住手！住手！林海峰，顾诗诺冒充顾家大小姐，她现在已经在劫难逃。你现在弃暗投明，或许还有一线机会。林总，回头是岸呀！你现在要是还跟我们陈家合作，我保证，抓捕顾时洛这份功劳，我也能算你一份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叶天在外面，这几个杂鱼奈何不了我。这时证据已经向交给有关部门了。还梁鹤口口声声说与我养父母被害一事无关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是怎么找到这些证据的？当年这些杀手我都是给了钱的，怎么现在把我供出来了？顾会长真的是你杀害的？为什么？顾会长为人和善，从不与人争斗，因为他挡我的财路。这个老不死的，我留他干什么？还有当年这件事情，江州整个世家也都默许了。你百万浩，你装什么好人？当年杀你爹的杀手就是他爹给联系的。杀你爹的凶手就是他爹联系的。诗诺，白家对不起你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白家参与谋害顾伯父的事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所以我一直在尽力的弥补。弥补？你怎么弥补啊？人死不能复生。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不如鱼死网破。我们联手一起除掉顾时诺，这样就没人知道这件事。
没错，为了一个死人，把江州所有的世家都拉下水。顾诗诺，你居心何在？儿子，现在怎么办呀？快想个办法呀！妈，事到如今，咱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。顾世洛，我会将朵朵抚养成人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笑到最后的人还是我，你这个洗碗工就该去死！大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我是帝都顾家大小姐，你们竟然还意图围攻于我！顾家有功于四境，伤害顾家血脉者，夷三族。好，今天就算我认栽，但是你也别想好过，顾世诺，我就不信你是顾家大小姐。顾大小姐，安良赫只是说想结交顾家人，拓展人脉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才为他牵线搭桥的，求大小姐开恩，饶了我吧。不是，陈总，你喊他什么？闭嘴！你自己找死，别带上我。在你面前的就是帝都顾家大小姐，当今顾家家主最疼爱的孙女。顾世诺，帝都顾家大小姐，竟然跟他离婚！我打过顾家大小姐，我不信！老公，你快想办法啊！顾大小姐，都是我们的错，你是上天9天玄女下凡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是一堆烂泥，你别和我们一般见识好吗？你们刚刚不是要抓着我去顾家领赏？我当时是跟你开个玩笑，您别介意哈，您别介意，我自罚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自罚呀，想活命的！快！现在知道自罚，晚了。叶天，冯承安3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另外，废去颜良赫的4肢，押入监牢。是，世诺，我不知道你还有这样一种身份，负债此偿，任何惩罚我都愿意接。你爸爸的错事，自会有人去追查。你我从此以后莫如路人。哥哥，我们走。恭送大小姐。大小姐，明海峰此番立下功劳，家主已经将其调到南境主持大局。四海集团现任总裁方德玉年事已高，家主的意思是想让你去替一段时间。我知道了。啊，四海集团易主了？好，太好了！四海集团易主，我们北京商会的机会来了。来人呐，把我珍藏的古董字画都拿过来，我要挑一件最好的，献给四海集团新总裁。什么？四海集团易主？帝都的钱要变了！传我命令，南境所有的世家和企业代表3日内赶到帝都，这可是我们南境商会进入帝都最好的机会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四海集团可是跨国大公司，如果我们和四海集团新总裁打好关系，侥幸拿到一个项目，少说赚10个亿。帝都商业如同一滩净水，四海集团此番变故，必将重塑帝都商业格局。我们的机会来了！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他准备好资金，明日我们一同前往四海集团拜访新总裁。不愧是市值上亿的四海集团，这大厅装修的如此气派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这儿的主人了。这不是专业洗碗工顾诗诺吗？怎么，眼看嫁给楚生无望，准备来四海集团找份工作养活自己？与你无关。顾诗诺，我们之间的婚约早已作废，现在才开始上进，为时已晚。今天是四海集团的大日子，你一个洗碗工不配来。你我莫如路人，你管不到我。你不用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。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学历、经验、人脉、能力这些你都没有，四海集团怎么会录取你？我们官家和四海集团是合作伙伴，要不和人事部说一声，给你安排个保洁的工作？还不快谢谢迟迟！在四海集团当保洁，虽然挣的不多，可比你洗盘子要体面，指不定哪天被大老板看见，包养你做情妇，你以后可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呀！
这份好事还是留给你们两个享受吧。我不再是以前忍气吞声的顾时诺了。你们要再敢跟我废话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顾时诺，我是不可能和你继续履行婚约的。楚生可是璀璨未来的商业新星，你个洗碗工配不上，听懂了吗？我来四海集团是有正事要做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还有，你们不要总是把商业新星这4个字挂在嘴上。现在的我今非昔比，是你们高攀不起的存在。如果要是再敢跟我废话，我就亲手灭了你这颗商业新星。你个臭洗碗工，口气倒不小。我看你啊，都不配来到四海集团。哦，你是来四海集团食堂刷盘子的吧？人贵有自知之明，眼看嫁入严家无望，怕是连混口饭都难吧？我和迟迟好心提醒你，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四海集团的安保都是吃白饭的吗？大白天的放进2条狗在这嘤嘤狂吠，你会不会好好说话？四海集团的安保部可是一当十的高手，你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打算把他们一个都睡个遍，好让他放过你吧？顾时诺，你竟敢打人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你竟敢打我！我今天不让你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自罚100个耳光，我就不信滚！来人啊！有人在四海集团行凶，快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吵什么吵？这儿可是四海集团，惊扰了各位高层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倪叔叔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迟迟，你怎么来了？搞得这么狼狈，钱叔叔给你做主。顾时诺这个臭洗碗的，他来四海集团找工作碰运气，我好心给他介绍保洁的工作，他竟然打我！小姑娘，敢在四海集团闹事儿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是自己滚出去，还是我让安保部的人把你丢出去？你确定不分青红皂白，非要把我赶走？知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？我倒是想知道你是什么身份。一个废物洗碗工能有什么身份？我钱叔叔乃是销售部的经理，乃是你此生不敢仰望的存在。小丫头，四海集团换了新总裁，身份高贵，背景滔天，放眼帝都，就算是其他世家的继承人来了，也不敢放肆，知道吗？不过你这个小姑娘倒是有几分姿色。这样吧，念在你年轻不懂事儿，我给你个赎罪的机会，跟我来办公室一趟。好一个藏污纳垢的四海集团啊！我钱叔叔给你机会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听话，伺候好钱叔叔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好你个小丫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顾时诺，之前你可以打着我严楚生未婚妻的名号惹是生非，现在你就是个下等人，赶紧过来给迟迟道歉，免得遭受一顿蹂躏。叶天，来四海集团。哼，一个臭洗碗工，还真敢胡说八道。你知道叶天的名字代表什么吗？那可是帝都顾家的养子，你要帝都的叶大人。你敢直呼叶大人的名字，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。据说顾家家主有意撮合10年前失踪的顾大小姐与叶大人的婚礼。叶大人如果成为顾家的女婿，那便是由空画棚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可惜叶大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张照片都没流露出来过。实话告诉你，就是叶大人收购了四海集团，你敢在此直呼叶大人的名字，罪不可恕。不用留手，把他给我扒光了，吊在仓库里，等我觐见完叶大人，再回来收拾他。哎，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方总，这点小事怎么惊着到你了？这个小姑娘在此闹事，不仅打了我们的合作伙伴，还直呼叶大人的名字，我正准备教训她。方总，我是迟迟呀。前段时间家父与四海集团进行合作，您还当面鼓励家父一番。今日我听说方总荣退，新任总裁接任，我特地代表官家前来拜见。方总，在下严家严楚生，今日能见到方总，真是3生有幸。
顾世诺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过来给方总行礼。敢问您是顾世诺顾小姐吗？叶天叫你来的。没错，是叶大人派我来接顾小姐上楼的。方总，您弄错了吧？顾世诺只不过是个洗碗工，他怎么可能认识叶大人？肯定是同名同姓。方总，实不相瞒，顾世诺与我之前有婚约在身，他的底细我是一清二楚，他就是个臭洗碗工，每个月不过工资3、4千的废物。方总，您还是跟叶大人确认一下，这个小姑娘一点规矩都不懂。你当我是老糊涂了吗？啊！今天我正式告诉你，你被开除了，滚！方总，我在四海集团工作1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别动！你们放开我！关迟迟私德败坏，为人轻浮，为何四海集团还与他关家有合作？请顾小姐放心，我马上去处理，我保证四海集团今后与关家再无任何形式的合作。方总，我们关家与和四海集团那么多年的合作，你竟然为了一个洗碗工背信弃义，你眼里可还有关家？笑，区区的一个关家，别说你关迟迟，就是你爹来了，也不敢这样和我说话。你们关家能有今天，都是四海集团的恩惠。四海集团让你们3种死，绝不会留你们到五更。方总，我刚才说错话了，您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您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，你何必和我这个小女子计较呢？像这种卑颜奴婢的合作伙伴，我们四海集团不需要。顾小姐说的没错，像这种人，今天为了利益对我俯首称臣，明天为了利益，有可能就会出卖四海集团。四海集团的合作以后要严格把控，杜绝关迟迟这种人投机取巧，败坏名声。是。另外，将关家拉入黑名单，并通知帝都所有的世家，以后谁再与关家合作，就是与我四海集团为敌。你一个废物洗碗工，也配封杀我们关家？我和你拼了！关迟迟，想干什么？关迟迟，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！对叶大人的贵宾无礼，滚！四海集团的新任总裁即将接任，我看你这个退下来的总裁还能威风几天？还敢搬出叶大人来压我？哼，也不怕叶大人来了怪罪于你。方总，我若将今天的事告诉叶大人，您这最后的体面怕是留不住了。你好大的威风啊！你一定是新来的总裁吧？方德玉这个老东西，居然说顾诗诺是叶大人的贵客，麻烦你转告叶大人。顾小姐，顾小姐，叶大人正在为您的新别墅添置家具，特派我来接您。好。今天四海集团到底是怎么了？居然把一个臭洗碗工当成贵客！放肆！你再敢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？方总，不用跟他们浪费时间，我们上楼吧。是，顾小姐请。迟迟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就不信一个臭洗碗工能一步登天。虽然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但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虚幻的泡影。没错，我就不信他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只要见到叶大人，就能拆穿顾诗诺的面具，让叶大人知道顾诗诺和方德玉的所作所为。只要得到叶大人的赏识，我一定要让方德玉跪下给我道歉。四海集团日新月异，方德玉那把老骨头一旦离开，必定人走茶凉，到时候肉焖揉捏，好好出口恶气。顾诗诺，等我见到叶大人，定要让他后悔与我为敌。大小姐，请坐。大小姐，你的新别墅可以随时入住，这是你的钥匙。谢谢。大小姐不必客气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以后我就是你的贴身秘书和护卫，微微就负责你的生活日常琐事。因为顾家的规矩，成年子嗣必须通过考验才能显露顾家的名头，所以只能在您理齐集团事务之后的欢迎宴会上，再想公布您顾家大小姐的身份。没关系的，能像现在这样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进，
大小姐，严楚生和关迟迟想要见叶大人。他们怎么还赖在下面？像他们这种卑言奴袭、轻浮放荡的合作伙伴，我们四海集团不需要。听大小姐的，让安保部同事们把他们扔出去。是。叶大人有令，将此2人丢出去。你一个小小助理，有什么资格将我们丢出去？我们可是找叶大人有要事当面汇报。我知道你和顾诗诺认识，但你为了顾诗诺假传叶大人的命令，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如果你识相的话，还是乖乖带路，不然的话，我让你和顾诗诺一起被凌辱。好啊，你个小小的助理，竟敢打我！宰相门前七品官，我是叶大人的助理，你侮辱我就相当于侮辱叶大人。这一巴掌是我给你的一点教训，如果你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就找人割了你的舌头。你给我等着！对了，总裁还说了，像你这种卑言奴袭、轻浮放荡的合作伙伴，我们四海集团不需要。居然和顾诗诺说的话一模一样啊！顾诗诺肯定是你这个乌鸦嘴，在新任总裁那边污蔑我，他才会那么说我。关迟迟，生气可是会长皱纹的，你还是冷静一下，好好想想关家的未来吧。赶走！顾诗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让你跪下来求我！生气什么？不过是四海集团养的看门狗，总有一天我让你们好看。你走。我看顾诗诺能装到什么时候，咱们就在这等着，看他也被保安给丢出来。大小姐，以后这辆车专门来接送你。不必，我平时不喜欢太高调，正好有时间去买一辆中等价位的车就行。好的，大小姐，买车这件事我会记在日程里，车辆的安全性第一。大小姐，请上车。可是劳斯莱斯啊，顾诗诺凭什么坐那么好的豪车？难道他和叶大人真的有关系？如果是真的，我若好言相劝，顾诗诺未必不会心软，回心转意与我履行婚约。不可能，他若和叶大人有关系，当初就不可能和你定下婚约。他就是穷乡僻壤来的土包子。那他坐劳斯莱斯的钱从何而来？肯定是租来的，而且租车的钱肯定是偷了严家的钱。大小姐，我最近还工作，您挑选。好。哎妈，那不是我嫂子吗？什么嫂子？只要我活一天，她就别想嫁入严家。哎，妈，这可是劳斯莱斯呢，这少说也有得400-500万呢。什么？他一个臭洗碗工，怎么可能开得起这么贵的车啊？不行，我得去问他。走。顾小姐，您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，相关手续和临时牌照我们这边会为您准备的。好的。这个是车钥匙，您收好，我去给您倒杯茶，然后等待相关手续办好。顾诗诺，你把钱给我交出来！什么钱？你说什么钱？我哥为了婚事几天几夜不回家，你可倒好，拿着我哥的钱在这里挥霍。我警告你，你跟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呢，你有什么资格花我们严家的钱？我从未花过严楚生1分钱，反倒是他天天拿着我的钱去包档餐厅小费。不可能，我哥可是未来商业的新星，怎么可能花你的钱？妈，这个顾诗诺绝对是偷了哥的钱，他不拿出来，我们就搜出来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严楚宁，你果真和严楚生是亲兄妹，都一样的不要脸。你敢打我，我这就让我哥撕毁婚约，你休想进我们严家的门。我和他的婚约早就已经结束了，如果非要扯上什么关系，我和他只能是朋友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吗？严楚宁，我之前当你是严楚生的亲妹妹，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喜欢的化妆品包包我帮你买，你去夜店消费帮你付，可最后呢，换来的却是一声又一声的臭洗碗工。
现在我和严楚生没有任何关系，凭什么惯着你？好啊你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货色。我儿子和你解除婚约，再好不过。车钥匙还回来。休想！这车归我们严家所有。就是你耽误我哥那么长时间，这是应该给的补偿。车要在我手上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我早就给我哥发信息了，让他来收拾你。顾时诺偷了我的钱，租一辆劳斯莱斯还不知足，还想欺负我妈和我妹妹，你做的未免太绝了吧！严楚生，你说我偷了你的钱，这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我刚刚查过账户，严家账户上少了200万资金，罪证在前，你还想抵赖？你我的婚约早已解除，你现在挪用严家的钱就是盗窃，我劝你乖乖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没错，哥，一定是他偷拿的，让他跪下给我们认错，不然就把他抓进去。你臭洗碗工也敢跟我作对，给我跪下！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敢让顾小姐下跪啊？你们算什么东西啊？敢让顾小姐下跪啊？你是谁？和顾时诺什么关系？我是4S店的负责人，顾小姐是我们店最尊贵的客人。负责人先生，你不要被顾时诺给骗了，他偷了我们家的钱要买车，我们正准备起诉他呢。没错，你们4S店是帝都的招牌，这顾时诺来这里嚣张，你们可不能轻饶了他。这是顾时诺开车的那个男的，看这气度，并非普通人啊。这个帅哥气质非凡，比我哥可帅多了。严楚生，帝都严家嫡长子，严氏集团掌权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是何人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就是你说顾小姐偷了你家严家的钱？没错，顾时诺不过是个臭洗碗工，他能开劳斯莱斯，来 4S 店买新车的钱，都是从我这儿偷走的。据调查，严家上季度亏损300万，账户上剩余资金负债1000万，而近期严家与官家合作，资金调动皆有据可查，只有150万存款，无翼而飞。对，没错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对我严氏集团的账目了如指掌？我儿子可是严氏集团掌权人，未来的商业新星，年纪轻轻就身家数千万，这臭洗碗工凭什么偷我们家的钱？今天必须把他剁下来喂狗！150万够他坐半辈子的牢了。既然承认数据的真实性，那么严氏集团失窃一案与顾小姐无关。一派胡言！你说无关就无关，拿出证据来！真是愚不可及。那辆劳斯莱斯落地价700万，证件上清清楚楚写着顾小姐的名字，而以你们严家的现在情况，所有资金调动起来都不可能买得起。没错。顾小姐刚刚全款提的车价值400万，400万，能随手买下400万跑车的人，能看上你们严家区150万，你们不觉得可笑吗？你们严家引以为傲的资产，在顾小姐看来不过是打赏钱罢了。不可能，他就是个臭洗碗工。那天我和他退婚，他还在后厨刷碗呢，怎么可能买得起400万的跑车？此事与你无关。不过我调查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1周前，你妹妹严楚玲在酒店喝多闹事。被人赔偿150万，我想你应该问问他，这150万是怎么还上的？是你偷了家里的钱？哥，我那是一时糊涂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算了，破财消灾，希望你记住这次教训。我想你可能已经忘了，监控和负责人作证，你妹妹和母亲刚刚诬陷顾小姐偷窃，并对其进行言语攻击，抢走价值400万豪车的钥匙。证据确凿，顾小姐能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权益，你们还是等这个律师吧。哥，你得救我呀！我还这么年轻，我可不能被抓进去，我的人生就被毁了。儿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可不能不管妈妈呀！顾时诺，你未免做的太绝了吧？是他们2个自作自受，这辆车作为量刑的罪证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开不了喽。顾小姐放心，我将跟进此事。尽快结案，尽快让你开上新车。保安，把他们抓起来！哥，你快救救我们呀！哥，顾时诺，就因为我要和你退婚，你就把我妈和我妹妹送去坐牢，真是蛇蝎心肠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要怪就怪他们本身坏的彻底。顾时诺，我说你怎么有胆子撕毁婚约？
原来是傍上了大款啊！这位先生，我看你并非普通人，可不要被这个狠毒的女人给利用了。她就是个臭洗碗工，整天想着嫁入豪门，山鸡变凤凰。我们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，你还是给你母亲和林妹妹找律师，让他们少坐几年牢吧。你，顾时诺，你才和我退婚，转头就去勾搭别的男人来报复我。希望你半夜睡觉不会愧疚的睡不着觉。严楚生，你我婚约在身之时，便拿着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和关迟迟吃饭、开房，你难道心里就不愧疚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事业，你怎么能和我比？大小姐，属下擅自说说，还请你恕罪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如果不是你赶来解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对了，你不是去对接工作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找我了？刚刚接到家属消息，他听说严楚生逼迫你退婚，雷霆震怒，是给你安排了找相亲，相亲对象是帝都梁家继承人。等等，我这才刚刚解除婚约，摆脱渣男，爷爷就这么急不可耐的给我安排相亲，爷爷究竟是有多看不上我，巴不得我嫁出去？大小姐误会了，您乃是顾家大小姐，千金之躯，怎能下嫁平凡人家？家主的意思是招婿。我不想去。大小姐，请勿为难属下，更何况相亲之人乃是家主钦定，帝都梁家继承人梁才生。你说谁？梁才生？您认识他？当然认识，他是我的学长，而且长得还挺帅。即使认识，那必定有共同话题。我送你。大小姐，这玫瑰花你拿好，是梁才生和你见面的信物。叶天，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大小姐乃国色天香之姿，闭月羞花之貌，任何男人见了都会为之倾倒。大小姐，半个小时后我来接你。美丽的小姐，顾时诺，怎么是你？如你所见，我就是你的相亲对象。你是我妈说的富家千金，能救于我们梁家于水火之中。哼，这么多年不见，学长你过得还好吗？还可以吧。不是，你怎么突然成了富家千金啊？算了，肯定是弄错了，真晦气。站住！没有弄错，我就是要与你相亲的对象，你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吧。行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们梁家是帝都有名的世家大族，你要想嫁入我们梁家，就得先去报名学习3个月的礼仪培训，抽时间去考一个书师证。哎，对了，你还得学习做家务。等等，你是来相亲的，还是来找佣人的？哎，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们梁家3代单传，你抽时间去做个体检，要确保能生育。按照我妈的想法，是要生4个孩子，2个男的，2个女的。对了，我妈很忙的，你得自己带孩子，请月嫂很贵的。哎，对了，说到钱，既然你有幸嫁入梁家，这彩礼可以意思。不过这个陪嫁嘛，一定要丰厚，起码100万。另外，婚后你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，同时没有我和我妈的允许，你不能私自离开家门，没问题吧？确实没什么问题。行。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就说说你的条件吧。你有幸嫁入梁家已经是你的福气了，你还敢提什么条件？说说吧，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信婚前竟会把离职手续给办了。另外，你把你的身份信息给我，我要去看一下你年下有没有贷款记录。我是洗碗工。洗碗工？顾时诺，你一个洗碗工，你来跟我相什么亲？我之前确实是洗碗工，不过现在……之前是洗碗工，现在改成刷盘子了是吧？看你这一身名牌，全是高仿吧？你这种拜金女我见多了，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一心想嫁入豪门。我呸！我随随便便一顿应酬，都比你1个月工资。哎呀，看你穷困潦倒的样子，没穿过真正的名牌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梁才生绝对不会娶一个洗碗工为妻，你最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这么多年不见，没想到你如今的嘴脸如此恶心。恶心？我还觉得恶心呢。隔着桌子我都能闻到你身上残羹剩饭的味道，令人作呕。另外，你别自称你是帝都大学毕业的学生，跟你上过一所大学，又不起那个人。哎，对，不管是你怎么骗过我妈的，
但你最好别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不可理喻，顾时诺也绝对不会招你这种贪慕虚荣的妈宝男为婿的。你敢骂我啊？我知道你暗恋我，费尽心机想跟我在一起。好啊，我满足你。看你模样还算周正，以后给我当个情妇，我保你衣食无忧。放开，滚开！少在这跟我欲拒还迎，穿这么骚，不就是想勾引我吗？今天今儿天谁也救不了你，乖乖跟我去酒店，别逼我动手。住手！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哪个不开眼的东西，竟敢打我这张帅气的脸！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叫人抓你。大小姐，您新买的车已经停在丰清府邸01号别墅的车库内。好，丰清府邸01号别墅，价值6亿的帝都最豪华住宅。大小姐，家中为您挑选的相亲对象，还不如我这个秘书。他跟你叶秘书无可比肩。哎，石诺，等，石诺，刚刚我跟你说的都是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其实财富不是婚姻唯一的标准，职业也不分高低贵贱。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你了，我相信你也对我有好感，不如咱俩试试。可惜我不擅长处理婆媳关系，算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妈每天打麻将逛街，保证她不会烦你。而且我保证，我婚后绝对不会和任何女人有染，所有家务活都我来做，我去考厨师证，我保证把你宠上天。把我宠上天？你也配？哎，施诺，咱俩不要孩子也行。施诺，大小姐，这是四海集团的投资规划，请您过目。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帝都西区商业圈的投资建设，大概需要60亿。需要您确定一下合作名单以及合作伙伴需要负责的方向。会客室已经聚集了4间各方势力代表，您要不要看一眼？不见了，你来全权处理吧。我要尽快理清集团事务，早日完成考验。是，您目前已经十分了解四海集团，只需要了解项目运作便可以完成考验。我们已经安排人在筹备欢迎宴。另外，四海集团西区商业圈合作伙伴可以在欢迎宴会上一举公布，您意下如何？没问题。钱顾问，你说我们这次能成功吗？四海集团西区商业圈的项目可是价值60亿啊！哪怕我严家仅仅拿到1/1000，也足够我严家渡过难关了。放心吧，严总可是被誉为帝都商业新星，难道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吗？何况我钱某人在四海集团任职10年，还是有几分薄面，不会让你们严家空手而归的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方德玉那个老家伙把你赶出四海集团，是他最大的败笔。我严家这艘新船必定可以劈波斩浪，一往无前。顾时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会在四海集团？真是阴魂不散，3番5次制造偶遇，不就想让我回心转意吗？这不是顾小姐吗？几天不见又漂亮了许多嘛。严总看不上你，你可以考虑我钱某人嘛，我保证你荣华富贵，衣食无忧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安保部的人都是吃白饭的吗？前顾问现在是我严氏集团的顾问。顾时诺，你费尽心思制造偶遇，不断纠缠我，不就是想让我回心转意吗？我是不会和你履行婚约的。收起你那高高在上的姿态，看着你就想吐。你嘴硬也没用，仔细想想，自从和我解除婚约以后，你别处处和我作对，更是连累我妈和我妹吃官司。你这个蛇蝎心肠狠毒的女人，少来纠缠我！顾小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严总马上就要和四海集团进行商业合作，目标便是那价值60亿的西区商业园项目。西区商业圈？没错，届时严总便会一飞冲天，成为你可望而不可及的九天祥云，而你只是一滩普普通通的泥巴。面对现实，给我做个外事，不用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啊！你们也配参与西区商业圈的合作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警告你不要过来搞破坏啊！若是我严家这次可以安安稳稳地参与到项目之中，再给我妈和我妹道个歉，我未尝不能原谅你。你原谅我？你说什么胡话？我用得着你原谅？好，
奉劝你一句，若是我严家在这次项目中有任何波折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莫名其妙。严楚生，我会把你的名字添加到欢迎宴上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有多么愚蠢，多么幼稚。叶秘书，怎么了？大小姐，严楚生来到会客厅，想要求取西区商业签1/1000的份额，您意下如何？答应他，欢迎宴的邀请函也给他一份，就算是和过去告别。好的。大小姐还是太心软了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让严楚生见证大小姐身份，让他知道谁才是高攀不起的人。这次四海集团牵头，共同打造西区商业圈，我们北京商会会全力支持，30%的份额我们势在必得。嘿，我们南京联盟实力雄厚，尚且不敢奢望30%的份额，就你们北京商会那些土鸡瓦狗，你们也配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北京商会荣辱与共，不像你们南京联盟鱼龙混杂，良莠不齐。30%的份额，我们理所应当啊！你敢说我们南京联盟？要不是这里是四海商会，我早就打得你满地找牙了。什么？不服啊？不服咱们干一架呀！好啊，谁要是输了，谁让出5%的份额。哼，四海集团的新任总裁搞这么大动静，为何迟迟不肯露面？难道是打算给我们一个下马威？白助理，这些邀请函要分发给每一位合作伙伴，顺序不可打乱。明白。这是给严楚生的邀请函，他若问起颜色不同，你就说是特别邀请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进去吧。各位合作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四海集团的总裁秘书助理白薇薇。白助理，你们总裁呢？是啊，合作份额到底如何划分？我们都快急死了。总裁和叶秘书正在筹备欢迎宴，这是欢迎宴的邀请函。西区商业区的项目合作份额将会在欢迎宴上公布，届时新任总裁的神秘身份也将一并揭露，还请各位稍安勿躁。白助理，为什么他的邀请函是蓝色的，我们的是红色的呢？是啊，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说法？蓝色邀请函代表总裁特别关照了严总，还请严总务必参加。多谢总裁，谢谢白助理，我保证准时参加欢迎宴。这人谁呀？凭什么能得到四海集团新总裁的青睐？他好像是帝都严家的严楚生，资产不过1000万，这么好的运气，你就落不到我头上。走走走。迟迟，我拿到了四海集团的份额，并且受邀参加新任总裁的欢迎宴。太好了，我去四海集团门口接你。顾诗诺，等我巴结上四海集团的新任总裁，我保证让你生不如死。顾诗诺，你又跟踪我？荒谬！这四海集团你们家的，大门难道只允许你一个人走吗？四海集团虽然不是我家的，但我已经成为了四海集团的合作伙伴。这封邀请函便是我严楚生扶摇直上9万里的强风。恭喜！什么态度？这封邀请函可是蓝色的，是四海集团新任总裁特别关照，彰显我的与众不同。我再重申一遍，你我之间已无可能，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楚生，恭喜你拿到四海集团的份额，快跟我回家，爸妈还在家等着见你呢。等这个项目完了，咱们就举行婚礼。呀，这不是死缠烂打的洗碗工吗？难不成你也想来四海集团碰碰运气啊？我看你这两手空空，怕不是没拿到邀请函，想要纠缠楚生，借机参加欢迎宴吧？我参加欢迎宴不需要邀请函。大言不惭！我告诉你，我和楚生打算结婚了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夫妻俩鸾凤和谐，举案齐眉。你呀，连参加我们婚礼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在一旁孤零零的羡慕我们的幸福。顾小姐，顾小姐，这顾诗诺又搞什么花样？顾小姐，
这是我为您挑选的未婚夫，无论从学识、相貌、家世上，都是上上之选。希望您不要错将之前的烂柯朽木当做架海金梁，他不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顾时诺，这几个男人和你什么关系？与你无关。好，故意气我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袁楚生，比你优秀的男人如同过江之鲫，想要一睹顾小姐的芳容。今天我带这些人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引以为傲的家资产、学识相貌，在顾小姐眼里不值一提。你，楚生，我们走，别跟他们一般计较。对了，关吃是吧？我们顾小姐的婚宴，自然是欢迎你来喝杯喜酒。毕竟我们不像某些小门小户斤斤计较，没有教养。你个小白脸，说谁小门小户没有教养？顾时诺，管好你的野男人！叶秘书可是我的得力鼻祖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骂？你给我等着！叶秘书，我们走。袁楚生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知道你到底错过什么。顾时诺从哪找的小白脸，竟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我一定要让他为今天所说的话付出代价。迟迟，你说顾时诺会不会和四海集团真的有关系？不可能，就凭他一个洗碗工，还敢和四海集团扯上关系？可是刚刚那3个人，其中一个我见过，是北境商会会长的独生子。大小姐，欢迎宴即将开始，我们入场吧。好。请出示邀请函。本小姐岂会没有邀请函？楚生，把邀请函拿给他看看。2位，请进。哟，你们是跟屁虫嘛？天天跟在我们后面，也不嫌丢人。顾时诺，今天我来参加新总裁的欢迎宴，你竟然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怪你不长记性！你。宴会马上就开始了，保持安静。等宴会结束以后，你们再私下解决。顾时诺，今天是四海集团新任总裁的欢迎宴，没有邀请函，你们可进不去哦。今天参加欢迎宴的宾客非富即贵，你们2个废物根本没有资格接到邀请。我看他们2个连邀请函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我们进去不需要邀请函。一派胡言！这种汇集帝都各界商业名流的高档宴会，安保措施极为严密，连只蚂蚁都爬不进去，何况你们2个大活人。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我就等着欣赏你们被丢出来时狼狈不堪的样子。门卫大哥，你可要擦亮眼睛，别让拉姐坏了宾客们的好心情。请出示邀请函。原来是。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当然，请进。他们凭什么可以进去？那黑色信封里装的是什么？与你无关，你们还进不进去？别挡路，不然把你们扔出去。顾时诺，你的底气到底是什么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大小姐，宴会马上就开始了。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底气，就凭我叫顾时诺，这帝都就没有我进不去的地方。凭什么顾时诺和他的小白脸可以坐在第1排，而我们有特制邀请函只能坐在后排？不行，我也要坐在第1排。今天的宴会至关重要，我们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。你就甘心被顾时诺和他的小白脸压一头？我可咽不下这口。你们2个给我滚到后面去坐。座位早就有安排，你们又算什么东西，敢抢占我们的座位？我们俩有特制邀请函，反倒是你们连邀请函都没有，也好意思舔着脸坐在这儿？叶秘书，不就是2个位子吗？让给他们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。本次的宴会是四海集团新任总裁的欢迎宴，大家一定都非常好奇，新任总裁究竟是何许人也？传闻四海集团被叶天叶大人收购，不知是真是假？我看十有八九是真的，除了叶大人，谁还能有这么大手？终于可以见到叶大人了，
叶大人可是帝都无数少女心中的梦中情人、理想夫婿啊！只要叶大人关注到我，我有上百种方法让他和我打好关系，到时帝都无人敢惹我。放心吧，池子你这么优秀，叶大人一定会青睐有加的。叶大人综合商业多年，凡是他看中的项目，一定都大赚特赚。若是他能指点我们一二，我们将受益终身。我爸特意叮嘱我，一定要和叶大人打好关系，到时候我们关家能不能恢复到之前的荣光，全靠叶大人。顾时诺，你笑什么？今天在座的各位客人都是大人，你给我收敛点，免得惹恼了叶大人，迁怒于我。顾时诺，那不是严总之前的未婚妻吗？听说是个洗碗工，被严家退婚了。严总果然是怜香惜玉之人，就连这洗碗工也百般照顾。竟然带这种下等人来四海集团参加欢迎宴，就他这种下等人，恐怕见到叶大人之后，要被叶大人吓得跪地匍匐。放肆！你笑什么？没教养的东西！个小白脸，今天能坐在这儿，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闭嘴等待，一会儿叶大人来了，你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什么才叫真正的男人，什么才是天之骄子。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叶天叶大人为大家公布答案。有请叶大人上台，快，都给我用力鼓掌！叶大人马上登台了，你站起来干什么？你给我跪下迎接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就是你们口中叶大人。你就是叶大人？你不是四海集团的新任总裁？四海集团新上任总裁是我的老板，而我只是他手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秘书。如若商业集团叶大人当秘书，难道是哪个大家族出来的嫡系子嗣？可是帝都姑，你疯了吧？这个大家族的姓氏你也能说？我嘴贱。这个家族的嫡系子嗣，到底是哪个家族？你们官家为富不仁几十年，该把人吃进去的人血们都吐出来。喂，爸，你说什么？官家的产业全部被查封了，知道为什么？肯定是叶天，一定是叶天搞的鬼。喂，爸，喂，主上，我们官家完了。我爸说我得罪了叶大人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我这个女儿。严楚生，今时今日，你可后悔？顾时诺，你故意接近叶大人，不惜出卖姿色讨好叶大人，这是为了报复我和迟迟吗？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！没错，我的确后悔了，我后悔当初心软放了你，就应该像踩死蚂蚁一样踩死你。好，有骨气，我倒是高看你几分了。谁稀罕你的高看？叶大人被蛊惑，钱权盗失，有商纣王身边的狐狸精妲己，想看烽火戏诸侯的褒姒，祸国殃民陈圆圆，我恨不得将你大卸八块。你说的这些好像都是美人，我倒是要谢谢你。呸！你的脸比城墙还厚。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哪个不是德才兼具、品行兼备的大人物？更何况还有商业奇才叶大人，钱权滔天的四海集团新任总裁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臭洗碗工，每天和残羹剩饭打交道的泔水桶。今天你明白了吗？你和我们根本不是同一阶级的，你就是一个出卖姿色的妖精罢了。下面我宣布，四海集团新上任总裁顾时诺，顾小姐。不可能！我早就和你说过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你已经错失了。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的欢迎宴。由于之前没有接手过四海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，清理日常琐事耽误了些时间，现在才与大家见面。我在这里表示一下对大家的歉意。顾总，您太客气了，您拿出吸取商业权这份大蛋糕分给大家，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顾总年纪轻轻就成了四海集团的总裁，一定可以将四海集团带上新的高度。且慢，他是假的。叶大人，
这是收购我们四海集团股份的资金来源。我已经查出，这笔资金是由帝都顾家所出。这位新总裁好像和顾家没什么关系吧？叶天，你勾结外人，害顾家利益，对得起顾老爷子的收养之恩吗？果然是帝都顾家收购了四海集团。叶天让一个小小的洗碗工当总裁，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？我看他是被一声声的夸赞和追捧冲昏头脑，竟做出如此忘恩负义之事，简直就是白眼狼！方总、钱叔叔，你们说什么？放心，叶天背着顾家胡作非为，我一定如实禀报给顾老爷子，替官家讨回公道。谢谢方总，以后我们官家以方总马首是瞻。不是诺，看到了吗？正义虽然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你和叶天就等着被顾家处罚吧。方德宇，你活了大半辈子，都活到狗上了吧？你也不好好想想，我会为了一个区四海集团背叛顾家？事实面前你还敢狡辩？叶天，你曾经高高在上，现在是我们的阶下囚。来人呐，把他抓起来，打断他的四肢！方德玉，我念在你为四海集团辛苦操劳的份上，现在退去，我饶过你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小丫头，你的靠山是叶天，现在叶天倒了，你没了靠山，你就等着顾家的责罚和正义的审判吧。叶大人的女人一定别有一番风味。你现在跪下来，在我面前求情，我可以说你是被叶天胁迫蛊迫，保全你的性命。顾诗诺，你也有今天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顾诗诺，你就听钱经理的话吧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我会给你一笔钱，离开这里，你找个山沟沟隐居，顾家不会欺负你这样的小人物的。就凭你们几句话也想让我乖乖屈服，你们也太小看我。你还敢执迷不悟？我乃顾家嫡系子嗣，顾家大小姐顾诗诺，看你们谁敢！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住手！顾家铁卫何在？顾家铁卫在此。顾家铁卫，方总，叶天一定是威逼利诱，迫使这铁卫听他的命令，不能轻饶了叶天。胡言！顾家铁卫自成立以来，100多年来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背叛过顾家。他们是顾家的将士，他们怎么可能被叶天收买呢？啊！我不管你是受人蛊惑，还是装糊涂。顾诗诺乃顾家大小姐家主的嫡孙，胆敢袭击大小姐者，夷三族！叶大人，顾小姐，我是被蒙蔽的。我冤枉啊！是他蛊惑我的，他才是幕后主谋。叶大人，我冤枉啊！站长，叶大人，我冤枉啊！顾小姐，我冤枉啊！我冤枉！顾诗诺竟然是帝都顾家的大小姐，我竟然和她作对。你真的是顾家帝都的大小姐？事到如今了，你还不愿相信吗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如果早点告诉我，我就不会和关迟之约会，更不会做废婚约。我倒是庆幸没有早点告诉你，好让我看清你这丑恶的嘴脸。带走。喂，对，是。大小姐，你父母已经回到帝都，我们回顾家吧。